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食品行业通货膨胀严重，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提议禁止哄抬价格来解决问题。然而，对食品行业8个不同领域的利润和成本数据分析发现，只有3个领域的利润增长幅度高于成本，其他5个行业似乎正在承担更高的成本。下面这条，怀特黑纹煤炭公司与日本钢铁公司和 JFE 钢铁公司达成协议，以 10.8 亿美元出售其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莱克沃特矿场近1/3的股份。接下来这条，由于房屋供应短缺，过去几年房屋建造商受益匪浅，如今他们的优势可能正在减弱，买家犹豫不决也促使建造商降价以增加库存，豪华住宅建造商订单量也较低。尽管如此，由于近15年的供应不足，高管们仍然乐观，需求将回升，房屋供应仍将受到抑制。接下来这条，亚洲股市小幅上涨，等待美联储和日本央行的关键会议，这将有助于确定全球利率轨迹。下面这条 ，PBS 记者朱迪·伍德拉夫因评论特朗普及其对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谈判的参与而道歉。他承认，他的评论并非基于原创报道，而是基于后来被否认的报道。该报道遭到了特朗普和以色列的否认。接下来，韩国央行为控制房价涨幅，维持利率在 3.5% 不变。目前，韩国央行已连续13次维持利率不变，但从声明中移除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保持利率稳定的表述，暗示未来可能转向降息。接下来，雪佛龙计划在印度班加罗尔投资98920万美元，建立其在美国境外最大的科技中心，为600名工程师提供就业机会。下面这条，美联储宣布准备降息，美元跌至1年低点，亚股小幅上涨，日本日经指数上升 1%， 澳元和欧元对美元均达到1年高位，预计欧元将升至 1.10 至 1.15 美元范围。日本制造业 PMI 略有下降，服务业略有增长，美债收益率稳定。美国和欧洲股指期货基本持平，但大宗商品表现谨慎，布伦特原油期货跌至近1年低点。下面这条，欧盟修订对华电动车关税后，中国对欧盟乳制品发起反补贴调查。欧中商会回应称，此举不意外，将密切关注调查公平透明的进行。下面这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调查一辆特斯拉电动半挂卡车在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上发生的火灾事故。接下来这条，加拿大铁路工人罢工导致进口和出口受阻，可能造成海运延误、运费飙升和美国繁忙港口压力加剧。下面这条，埃隆·马斯克的 X 公司吸引了来自硅谷到全球金融界的大量投资，其中包括肖恩、迪迪、科姆斯和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接下来，亚新兴债券对美债的敏感性回升至2024年峰值附近，马来西亚债券受益最大，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相关性为 0.53， 表现最佳。让我们关注印度卢比对主要贸易伙伴的价值7月升至6年多来的最高点，尽管其对美元汇率创下历史新低。最后这条是，雪花 Snow 公布的销售前景未能打消投资者对公司在人工智能软件工具市场中能否取得进展的担忧，导致其股价在延长交易时段下跌。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